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来关心的就是川普他现在让将领们非常的不开心。好，主要就是之前他不是把全球的800位将领召回到美国本土吗？这赫格塞斯跟川普都有讲一些话，似乎真的让将领蛮不开心的哦。好，说有2名4星上将不堪受辱，直接脱军装走人。好，这是9月30号发生的嘛？这赫格塞斯召集了这个将近1000名的将领，那演讲的话也非常的直白，说要么听话，就要么辞职。好，10月2号的时候呢，这个美空军的全球打击司令部的司令布希尔则是透过社群哦，好，大家要看到社群哦，直接要给川普跟赫格塞斯难看。他宣布他要退休了。那同一天的下午，美国陆军的4星上将、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司令芬顿也宣布辞职。好，一句话就让2名的这么高阶、这么棒的将领都离开了哈。好，那算上确定要在11月正式离职的空军参谋长戴维·阿尔文上将。其实川普在上任之后走人的美军上将已经达到了7人，这对美军来说算是一个蛮有大的一个变动哦。因为大家知道美国可以势力这么好，在全球这么当霸主，其实它的国防跟军事也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大家就说美国还能维持它的军事优势地位吗？好，那我们也看到了，川普在2号有现身纽约。好，那他是到一个高尔夫球赛的开幕式，那有一名自称是川普保安人员的武明俐，他混入了现场。不过发生了他掉落弹夹之后，才识破说，原来他不是这个保安呢。他是全副武装的，这个身份遭到起底，他其实是假扮的哦。好，那美国的弹药库也告急，那现在国防部要拟一个合约。我们看到彭博社就报道说，其实现在看起来这军官坦言说，像是 GBU 的这个部分只剩下6枚，那萨德只剩下65%，所以现在报道就是说，国防部要拟一个合约，就是这个波音公司预计要得到的是1.23亿的美元合约，要补充今年6月在伊朗投下的14枚大型钻地弹 GBU-57哦。所以看得出来，现在美国的这个国防啊，还有这个军队上面，恐怕是有一些状况哦。但是川普是不是都没在想啊？反正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反而在恶搞别人，而且用 AI。我们来看一下。Look, guys. There's no way to sugarcoat it. Nobody likes 他帮了联邦众议院的少数领袖这个杰弗瑞斯加上了八字胡跟墨西哥宽边的草帽，而且还以墨西哥街头的音乐作为背景的配乐哦，完全在恶搞别人。好，那大家人就是说了，这样子好像带有一些种族歧视跟偏见。但是副总统范斯居然说，我觉得很有趣啊，总统只是在开玩笑，大家都很开心嘛。好，但是被搞的人应该不开心哦，而且他有一些歧视哦，跟这个总统的身份也不太符合吧。好，那川普是不是也趁着关门来大裁员呢？现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就估算说，联邦政府每停摆1周 ，GDP 损失会来到了150亿美元。那如果停摆长达1个月，可能导致4.3万人失业哦。所以现在这个也要来大裁员吗？那美国政府停摆了第3天，恐怕也会拖至到下周。川普说，我要制裁的就是民主党的机构，最快在今天就会给名单，他都要裁掉这些部会。好，那川普政府是不是也在恶搞呢？因为未经同意，现在美国的公务员电子邮件自动发送指责民主党的内容哦。那很多人就说川普对民主党真的是恨之入骨不管什么事情都要拿民主党来开刀。好，那现在预算卡在国会上面所以现在川普还是在做一些这个不同政党之间的这个攻击，像是他冻结了芝加哥21亿的美元交通建设经费，然后冻结了民主党执政州跟市280亿美元的经费，暂停拨款给纽约市的基础建设计划所以你看，他都砍的是民主党的蓝州还有一些绿色的能源资源。好，那中美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也看到黄金，大家很关心黄金的价格，感觉是直直飙升现在黄金的现货价已经上涨0.7%，然后呢，12月交割价黄金的期货上涨超过1%，所以大家是想说可能
能是因为美国关门，现在要有这个避险的需求，所以又上涨了。好，那当然狂涨了135%，碾压芯片股，所以黄金矿业股是今年最大的黑马。那大家就说现在的状况看起来黄金还是可以持续投资啦，但是问题投资都有风险所以大家都要特别注意。不过富爸爸有警告到股神巴菲特，说这个转变暗示着股债市可能会崩溃好，我们看到这是这个作者他是有再度语出惊人，他很酸说股神巴菲特也指对方过去数十年始终嘲笑黄金跟白银的投资，但是却改口现在是吹捧的状态，就让他直言说想要吐并警告这恐怕是股市跟债市即将要崩盘的讯号。好，金价连涨也带动了金条销售，中国大陆的买家也直接说哇，钱放银行等利息真的不划算，所以看起来现在买美金不是买美金，是买黄金恐怕都是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投资的状态。好，我们就先问到彬哥，我们看到川普让很多的将领都走人了。其实这些将领那一天被召回这个匡提科去听他们两个在那边长篇大论，心里头应该是觉得很不是滋味。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根本从头到尾在强调什么？你们要对我们个人效忠，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美军向来是对整个国家效忠的，结果川普跟这个赫克塞斯讲的都是对他们效忠。这个是非常诡异的一个状况，而且他更糟糕的是，他居然告诉这些美军将领说，敌人是来自内部，也就是美国，他要把美国国内的人当敌人，这个非常可怕，因为从来没有美国总统明着这样干，可是川普就是这样明着干，所以这个对美军来讲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因为美国军队照理来说是不能随便介入国内事务，可是川普已经好几次都扬言威胁要直接在国内动用军队。实际上，他第一任的时候，他就想这样做，只是当时被挡住，是被他自己的国防部长把他挡住了。那问题是这一届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一届你看，川普周边所有的人全部都是跟他想法一样，那这就会非常危险，因为已经没有人会再当刹车皮了，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你看赫克塞斯，如果川普下令叫赫克塞斯动员军队，他真的会动，对啊，真的会动。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而且川普越来越目中无人，而且明着摆出他对别人的歧视。你看他对，我知道川普其实是白人至上主义，他对有色人种其实是看不起的，可是你也不能做得这么明白吧？这个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然后你看正常他的副手副总统这些人应该帮他缓颊，对不对？结果范斯不是，范斯说他弄得很好啊，很好笑啊，上交友。所以这是非常糟糕，因为整个川普团队都是这种人，这很恐怖美国会非常容易就走向极端的主义，那这个会造成全世界的灾难。讲实话，因为美国毕竟是世界第一大国，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那川普现在就觉得说，你民主党这个要 shut down 政府很好啊，那我们就来啊，我趁这个机会把你们全部干掉。他已经扬言，如果你们就持续这样下去，我就趁机会把我不想要的这些部门，我全部把你裁掉，看你民主党怎么办。所以他现在试图要把这个锅丢回去给民主党。你如果持续让政府下档的话，到时候这些人失业就是你的事，那就看民主党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上一次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们撑了30天嘛，那这次就看会撑多久。那你不要以为川普不会这样干，因为他这一任会比上一任更疯，因为他没有连任的压力啊，他无所谓啊，他就来硬干，而且他的团队我刚刚讲已经没有刹车皮。那至于说黄金飙涨，我旁边这位就赚大钱了，因为他投资了很多黄金，有远见。对，那黄金飙涨只代表一个讯号，大家觉得世界越来越不安稳，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一个状况。对啊，避险货币嘛。好，接着问大众教授。那个我补充一下，赫克塞斯跟川普在美国陆战队基地的一个演说了，因为真的是号召了召回了将近包括本土的将近1000位的将领。那我也看到一些分析了，那的确这个按照美国的传统在有政治性语言的场合里面这个部队将领要保持中立，他当然不会去做鼓掌。但是真实的状况从历史上来讲，远比我们想的复杂。因为有时候看似是一个很礼仪式的场合，可是三军统帅会有一些政治性的语言。
这时候就要看下面的一些表现。我举个例子，我举2大类例子。第一个是可能下面的反应过于激烈，鼓掌鼓得太大声，美国媒体有时候很苛刻。第一个是2003年，当时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第2次波湾战争，小布希在航舰上公开宣布说任务结束，我们美国很大的胜利。当时在航舰上的水兵跟美国的军官跟将领是欢欣鼓舞，美国很棒很强，看起来是很正常的场合，可是还是有媒体吹毛求疵说，因为当时真正的战斗还没有结束，而且有点是小布希总统的个人宣传秀，这么吹毛求疵。第2个例子，2017年川普第1.0，美国航舰下水服役，川普在现场，这是个很礼仪式的场合。但是因为川普在演说的过程当中有在夸耀他的政绩，包括经济，包括政治，所以台下的一些鼓掌被美国媒体视为说，有点是好像在为总统的政治政策背书，也被批判。第3个案例是2019年，川普飞到前线，突访阿富汗前线，然后他在讲说，这个我们任务很成功，你们最后会回家园，也是被美国媒体批评，因为下面反应非常热烈。那第2大类是有时候场合是有点过度沉默了，所以看起来是中立性，没错，军官将领中立性，但是也会被媒体解读说你是不是也对总统的一些发言不买账。第一个例子，尼克森1970年越战，尼克森是在五角大厦对将领对高阶军官演说，他说越战化，而且是批判国内的反战人士，当场是鸦雀无声，几乎下面没有跟他任何的互动。第一个，第2个，奥巴马在2010年西点军校的演说，这个美国总统都会，通常是一种鼓励士气，大家有好的未来，为美国效忠。但是因为他在里面有一些的政策的描述，比如说他对阿富汗征兵，所以当讲到激励士气的时候，下面鼓掌；可是当讲到国内政治政策的承诺的时候，下面鸦雀无声。所以这要看下面的一个临场的反应。第3个案例就是现在这一次。这一次，老实说，川普讲的不只是为个人效忠，他有些地方，赫克塞斯在讲的是军队的士气的激励，部队的使命，可是基本上全场是比较鸦雀无声的。我们可以解读是中立的传统，但有人媒体解读是，也可能是反映出部队下面的将领认为说讲太多政治，而且这些政治未必认同，但是这没有人可以得到真正的答案的。好，我们接着问厉将军。我先讲黄金好了哈，当然我大概2年前，你很有感想哈。有一个不是是我长辈啦，这个家里面一个亲戚，他的一个金手镯想要卖掉，那我心想说你卖给这个金楼，价格反而卖得不好，对不对？他这个反正银楼里面你知道这个卖出跟买进的价格会有落差嘛？那我怕长辈吃亏，我就用这个卖出的价钱来跟他买哈。那也不过就是一个金手镯，那是2年多以前的事情。我觉得这东西是这个家族留下来的东西，要留作纪念，仅此而已。但是没想到被这个蔡委员这个每天在那边讲到现在，但是我这边要特别讲，如果说是真的要投资黄金，这个市金是不适合投资的。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要投资黄金的话，应该是用黄金存折会比较适合，而不是去投资这种这个像我一样去买这种市金，其实是划不来，因为你在卖回去的时候，它一定扣掉你很多的这种，譬如说是折损啊，这个费用来讲反而会赚不到钱。但是现在还太高，所以观众朋友就投资还是有风险的，对，一定要特别注意。对。第2个，我说明一下，这个美国我们经常讲4星上将哈，美国他们的编制是这样，1颗星的哈，他们叫准将哈，然后这个但是同样的位阶来讲，在大陆解放军他们叫大校哈，他就没有挂星，但是叫大校。那美军来讲叫准将1颗星，那2颗星的他们是少将，3颗星是中将，4颗星是上将。那为什么这次这么多个这种上将要辞退？我觉得如果说我以军人来看的话，我觉得有2个原因呢。第一个来讲的话，他可能有一种不如归去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又退了。为什么不如归去？第一个来讲的话，军人讲究就是这个信条就是国家责任荣誉嘛。那你这个被你这个一个国防部长如此的羞辱哈，这个你要退就退，这个你就不要留在这边。那我想说，当到一个上将，那我想说他大概这个人生也已经达到他的顶尖光辉的时刻，他不需要再留在这边被你这些一个少校，只经历过少校这种层级的一个电视新闻的主播如此的羞辱。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仔细去想，我觉得美军现在来讲，这些将领是不是也带这些部队也带得很辛苦哈？你看看，我讲几个数据，大家知道，我觉得大家都讲说他这个赫克塞斯讲说，肥胖将军或者留须或者怎么样。那事实上，美军有没有这个问题？他真的美军自己本身来讲的话，我们从他讲这句话就看出来，这个部队来讲已经是军纪散漫，然后这个养尊处优的军队已经出来。不然怎么会那么多肥胖的将领呢？我举一个数据给大家听哈，美军为了让这些肥胖将领来讲的话，他们减肥住院每年要花的钱是已经12.4亿了。那你如果去住院要找人来代理，你要给人家加班费，这些钱美军每年就9900万美元哈。那另外来讲的话，我觉得像这些就代表说是美国他们军队里面肥胖确实是很严重。肥胖不是错了，但是你一个军人来讲，你毕竟要保持基本的体能哈。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那是不是这些将领认为说是这些兵我已经带不动了，然后他就萌生这个不如归去的这种退役？好，确实有这种感觉。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最新的讯息，也就是日本，我们邻近的这个国家这边，他现在已经选出了自民党的党魁。好，我们来看到是谁呢？就是高市早苗。好，他是在第2轮投票当中获得185票的高市早苗，高票当选，是自民党史上首任的女性党总裁哦。好，那当然预计在10月中的时候，还会在临时的国会当中，经过这个首相指名选举，如果确定当选首相的话，也将顺利成为日本首位的女性首相。我们提供给您最新的讯息。好，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了，除了日本之外，也看到是武契奇哦，因为武契奇呢也一直是国际上面蛮多人讨论的这个政治人物哦。他10月3号他早上的时候到了中汽承建的一个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来进行全线开通的这个部分。那你可以看到他兴致勃勃的哦，搭乘这个高铁，体验中国建造、中国速度，来参加这个是通车的仪式。那他也特别讲说，他觉得这边的服务都是由中国公司来提供，而且做得非常出色，所以他未来会继续的跟中方来进行合作。好，那再来看到这部分，也看一下他怎么说的。This is done by a Chinese company here, and they did actually a great job. I've always been in a mood of scolding someone when they were either late or not diligent enough. There were such remarks from outside. They were doing so absolutely terrific and a great job. I'm glad to keep working with them in the future as well. 好，武契奇大赞哦。那他是说，这个有人是讲说以前这段路是晃的5个多小时，现在80分钟就到，所以老铁路直接跑成了贴地飞。好，那武契奇受邀访华说他内心也是欣喜若狂。好，那对比较哥本哈根峰会期间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个尴尬的时刻，我们要就看到丹麦的哥尔哈根领导人峰会，武契奇茫然的环顾四周，连张椅子都没有。好，那当时塞尔维亚的外交官博尔科还说这持续的羞辱和我们的仪式彻底失败，因为这根本就是不好笑。好，这对比之下发现他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公司提供的这个服务真的是笑得合不拢嘴。好，那我们再看到中国跟印度之间他们现在有快速的在解冻嘛，看到的是重启直航，5年冰封终于解冻所以大家就说了，恐怕这个接下来两国的关系会更好。好，那莫迪讲了嘛，这个印度改善两国关系的承诺，并对印度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表示担忧。他说，目前印度跟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接近到了992亿美元。那这两国关系回温这直航的班机将在10月下旬
旬会陆续的来进行恢复。那我们也要看到就是普京嘛，因为他现在也赞扬了莫迪的领导，那也重复了对印度、俄罗斯关系的承诺，所以你看到中印俄这三方呢，其实现在像是一个稳固的局面。好，那普京也确认了要访印度会晤莫迪哦。那俄印联手要对抗的是川普的关税嘛？恐怕这也是接下来大家讨论的焦点。好，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11长假，现在也引起了中国它很多国际上面的关注哦。这个鸡排哥很夯，已经走红了，形成了特殊的假日景观，因为太多的游客哦。那很多人就说，这个本来很有情绪价值的鸡排哥哦，现在看起来这个脸哦，实在是很干扣哦，因为真的太多人太累了。那大家就说没关系啦，让他这个稍稍的放松一下自己啦。现在有这个痛苦面具哦，说没有情绪价值了，也让鸡排哥歇会儿吧，真的是太辛苦了。好，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日本这边哦，高市早苗成为了自民党的党魁，接下来要看她是不是有可能成为日本首位的女首相。我们先问彬哥，高市早苗上来有可能会造成日本的一些变化，因为高市早苗过去也就是安倍晋三的盟友嘛，那我们台湾其实跟他关系还不错。那他之前在还没有这个竞选党魁之前，他甚至前几天还说，他如果当选党魁的话，他希望能够就台湾的问题跟中国大陆来讨论。这个恐怕我觉得我知道很多独派的人可能很高兴，可是我觉得这个恐怕会造成台海问题的进一步僵化跟恶化，所以我觉得这对台湾未必是好消息，因为中国大陆大概绝对不会接受日本人来插手台海之间的问题，对，所以这恐怕非常糟糕。而且高市早苗有另外一个会让中国大陆更不爽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高市早苗早就讲了，他如果当选，他会去参拜靖国神社，所以中日的问题，中日之间的关系恐怕未来会生变。那这个高市早苗自己本身又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所以这个人是非常我看恐怕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不太可能会变得好，恐怕会变得更糟。但是他也很有趣啦，这个人在很多地方都是属于比较保守、比较极端那一块，他甚至反对女性天皇。那我就觉得蛮怪的，一个反对女性天皇出现的人，那你自己当了女性首相，感觉是什么？我觉得蛮特别的，所以就看吧，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你还没有担任这个位置之前，很多话你都讲得很大声，可是，一旦你担到这个位置之后，很多时候就会转变。包括石破茂也是一样啊，石破茂当了首相之后，跟他以前的说法其实就有一些改变跟保守。李在明跟尹锡悦也都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就看吧，看他准备怎么样去承担这个责任。那我想这对他本身也是一个挑战。那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这个局势，因为我们也不想因为高市早苗把台湾卷入一个更难堪的一个地位。那至于说这个中国跟印度方面呢，其实我一直在说，中国跟印度根本就没有什么仇恨可言。虽然两国确实有疆界上的问题，可是那个对现在的两国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都各自还有其他的挑战需要去面对。所以中印两国之间本来就没有必要撕破脸，也没有必要如此的敌对。那主要就是我觉得中国大陆其实并没有想把印度当对手，可是印度一直把中国当作假想敌，所以才会造成过去几年两国之间的关系如此僵化。可是我必须说，对现在的印度来讲，美国恐怕对他的威胁更大，所以他必须要赶快去跟中国缓和一下关系。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走向。可是我觉得最奇怪的反而是美国，也就是在美国的战略上，你不是一直强调印太战略吗？那没有了印度，你还什么战略？什么战略都没有了。所以这个美国人自己一手促成了这样的状况，可是美国好像不在乎这件事，这是我觉得非常疑惑。那至于11长假，大家都知道11长假黄金周，这个也是中国大陆每年一定最拥塞，然后最想要赚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必须讲，如果你的生意还不够好，那我劝你不要做这一门生意，因为你不可能生意变得更好。好，那确实看到就是中国大陆的黄金周有很多特别的景象。好，我们接着问大钟教授。对，那个日本的目前的选举哈，其实跟外界预期大概也没差太多哈，主要是在第一轮选举的时候，就是高市跟小泉进次郎就是得票第一、第二，因为无人过半。那里面比较
有趣的地方是因为要分2部分，一个是党员票，一个是国会议员票，自民党籍。那高市是在党员票里面是领先比较多，但是在议员票里面他是64落后于小泉因为第一轮选举是295票，党员票划约成295票。到第2轮的时候其实很关键，因为要大洗牌了所以呢是党员票对这个都道这个府县的这个党部票、干部票。那在这里面呢，其实高市在这个党员票、在议员票里面就是小幅的领先，但是在这个第2个这个党部的票里面，它是大幅的领先，就是36对11，40票里面这样估算，所以他就顺利胜出。当然，我们都对高市的一些政策跟他过去都应该不陌生基本上他是比较保守派的。那他也主张如果真正当首相的话，要回归过去的这个安倍经济学，而且在他竞选的纲领里面特别强调是外交力、防卫力就是包括 CPTPP 的重要性啦，包括日本要再次检讨所谓的防卫的战略的3个文件啦，太空啦，包括各式各样的防卫的方面的能力的强化。但我也蛮同意因为他给人家印象是比较保守强硬，但是真正假设担任首相之后，可能政策上还是会稍微再往中间的方向前进这个当然台湾还是比较在乎的是日台的关系，那他也有一些包括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讲话，而且是在9月19号正式宣布要投入党魁选举的时候，里面还特别有在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当时记者还问他说你要如何去判断台海的情势，他讲得非常详细比如说直接发生这个北京的一个攻击或是说比较类似像是封锁或是说用比较不动声色的方法去谋取台湾。那记者问他说那日本会不会出兵，他当时的讲法是说法律上可能有限制但是日本会跟台湾做很多的合作，包括合作撤侨。那最后我觉得讲一下印中俄这个3边关系是不是真的是抗美，我觉得还要再有待观察，因为这要分为3个双边关系来看。目前看起来改善的是中印关系但是中俄跟印俄本来就不错，但这3方会不会成为抗美联盟，我觉得要长时间的观察。好，接着问厉将军。我觉得这次高市早苗虽然说当选自民党的党魁但是有没有机会当选首相，还可能他还必须要努力，有些变化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来讲，他有2个难关可能是要面对的。第一个就是自民党自己黑金的丑闻在日本人心目中来讲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他怎么样让自民党可以获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他现在要面对的，他就算是他当选党魁，他要当选首相，首先要面对就是美国现在对日本的关税的这个大力的压迫了他可能自己要面对。那这个高市本身就是一个，我觉得他不是保守派，他根本就是极右派他跟中国来讲关系一定会处不好，就算他当选首相，跟中国的关系一定处得非常的不好。为什么呢？他从2014年到2025年12年之中，他有11次去参拜靖国神社，我觉得这是中国就是红线中的红线。那你每次去参拜靖国神社，另外他的主张有很多，其实在政策上面，大家把它当作是安倍，称之为女版的安倍了那他在这个政策上面，譬如说他要恢复他们这个所谓正常国家的理念，也就是说讲明了，就是他是不是要这个去掉他们所谓的和平宪法，然后走向他们自己建军的自主化这可能都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反感跟刺激。但是我认为说是日本政坛现在来讲的话，其实非常的不稳。你看从这个历任的首相大概任期都不长，从安倍晋三之后历任的首相任期都不长，事实上是非常的这个缥缈的。尤其是说这个自民党现在丑闻不断的状况之下，自民党有没有能力组织一个稳固的这种执政的团队，可能后续有待观察。尤其是说高市早苗他之前他这个譬如他讲的政策，可能日本是不是能够接受？譬如他在经济方面的主张，他要
扩大经济支出来刺激经济发展。那日本现在来讲，我们看到它其实国债也不低了，再加上美国的关税，那它如果说是大举举债来刺激日本经济，那是不是符合日本的这种未来的需要？其实有待观察。但是有一点，我认为说是跟中国关系一定是处不好哈。从他这个11次去参拜靖国神社，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好，我们首先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一开始先介绍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一天哦，所以很多人就会吃月饼，对不对？好，我们的柯文哲呢，因为他这一次不在看守所内的，他有过中秋节哦。好，那他的幕僚也帮他拍了影片。好，那大家知道中秋节是下礼拜一，10月6号，这一天是谁生日吗？我们先带大家来看这段影片。那要不要跟大家说一声中秋节快乐？好，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年中秋节刚好也是赖清德生日，你要祝他生日快乐吗？我们不会讲人家坏话啦，这个好自为之啊。说生日快乐，送好自为之哦。我也去查了一下，赖总统在礼拜一生日过后，他就是正式迈向了65岁，可以拿敬老票了。好，那我们看到了柯文哲呢，他送他好自为之，这个 YT 的观看人数真的是爆高36万。我也看到说，这样快问快答，柯文哲还是头脑蛮好的哦，可见他现在算是慢慢在恢复这个从看守所出来之后的感觉。好，那当然赖清德，我们讲到他之外，我们就要看到他前一天在屏东这边哦，讲说台湾现在股市很好哦，超日赶美。然后，但是呢，资深的这个郭正亮委员他认为说，哇，真的是跟社会严重脱节。他说，第3季台湾的出口暴增，因为大家很害怕关税，提前买东西。劳动部最近公布的无薪假人数其实是又增加的。那赖清德怎么不去看这个呢？如果把高科技产业扣除，其实大部分企业在今年都非常惨，尤其传产是最明显，还有服务业。所以他觉得这个赖总统真的是跟社会脱节了。好，那确实现在呢，大家也很关心，除了是这个跟美国之间的关税到底该怎么样进行。好，我们说到跟这个美国要用这个台湾模式哦，那吴思瑶这边讲说这是好事哦，要跟美国携手赚大钱，希望朝野支持。但是问题是很多人很担心哦，说这真的是一起合作吗？还是被美国蚕食鲸吞呢？好，那我们刚刚也讲到嘛，这个赖总统说台股大好哦，但是这个台中市长卢秀燕说，恐怕要看看我们这边了，因为现在中科真的是园区的厂商跑光光，很担心会变成蚊子城哦。那政府不要把中科搬到美国的哪一州设置一个类中科哦，这掏空台中将会变成蚊子城。好，所以台股大好哦，这个不代表台湾的经济很好。赖总统不知道是没有玩股票还是有玩股票，反正呢，现在不赚钱的人还是非常多啦。好，那问题就在说，现在国际牌桌，赖总统到底上不上得了呢？主要就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税谈判真的是不知道接下来到底要如何做。但是他们现在派了一个人，就是新任的国安会副秘赵怡翔，他到了华府，希望能跟川普政府来进行合作。好，据报道说，赵怡翔呢跟智库专家举行了一些私人会议，而且分别会见了跟川普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士。有多位与会者表示，他强调台湾增加国防支出，并且愿意投资非对称能力。好，那这当然就是在讲说，我们愿意跟美国来进行一些交易啦。那当然也可能希望后面的关税可以比较好谈。那
那问题是赖总统现在是不是还只有这张牌可以打呢？国际上面很重要，几乎我们能够参加的这个重要的国际场合就是 APEC。好，一轮在2017年曾经去过一次，好，当时是宋楚瑜担任代表。那这次独家报道说是由林信义出任，他是第5度代表台湾，那就是在南韩庆州在10月底的这个 APEC 峰会。好，那就说应该是林信义要代表出任了。好，那据本报掌握，也就是自由时报这边说，这次是再由他出任，是第5度了。那这个里头还特别讲到说，赖总统去年考虑人选时，就跟这个幕僚提到说啊，这个林信义2001年率团到卡达参加杜哈 WTO 的部长会议的时候，在中国压力下是不卑不亢。哇，这个2001年是24年以前的事情了。哇，赖总统还是在24年前的国度吗？现在已经是2025年了，可能时空跟国际环境都完全不一样了。好，另外我们再看到台海我们看到这个赖总统也非常喜欢安倍嘛，所以说我们的和平来自安倍啦。好，那现在大家对于安倍晋三研究中心的经费认为有一些争议不会总是政府出资吧？好，现在说是由台湾某金控机构有一些留日的高层所捐赠的。好，但问题是，如果我们要自卫，也必须要有相关的武器嘛。但我们的潜舰国造现在暴露了一个烂尾的征兆吗？好，看到说明年度的预算书里头这个海鲲舰原本编列的是9.1亿元，但是却只编列了1.45亿。好，那后续的7艘量产舰原本列的是170亿，但后来只编了119亿。会不会是一个征兆，可能要尽速的来抢救？这显示的可能就是蔡政府的潜舰国造在赖政府的部分可能会有烂尾的情况。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5直10对鹰舰有一个推定打击，那2舰联合穿越了台海，遭到挑衅。那这个过程很像是实战的命中一样。那台海如果开战的话呢，其实现在有人也觉得说，连盟友可能都没有办法来帮忙因为菲律宾的参谋长讲了大实话，说美军基地将成为一个中继站。那他们军方如果面对台海局势的升温也已经启动了撤侨的应变规划。好，那他是讲说，如果区域发生冲突，撤离大约20万在台的菲侨将会是首要的任务。那吕宋岛北部开放给美军来使用的军事基地，将扮演中继站的一个重要角色。好，我们还是看到了最初的这个柯文哲在这个新的影片当中讲到了赖总统的生日，他讲了4个字，好自为之。我们先问彬哥，不然你希望他讲什么？生日快乐啊！他应该讲不太出口吧？不过我觉得这个就这样啦，至少他没有骂人呐。那我觉得也不用骂人呐，反正这2个人的关系大家自己知道嘛。那可是我觉得赖总统到现在还拿股市来说嘴，我就觉得很无聊了。这股市是每个人都会赚到钱吗？所以我股市能够直接等同于我们的经济状况吗？不能。对啊，这个是很明显的嘛。所以我觉得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现在台湾面临的这些种种问题，你到底要如何解决？美国对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那请问一下，你的解决办法到底是什么？我们始终不知道赖总统到底要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政府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然后只有找吴思瑶这种，吴思瑶最近才被任命为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结果他居然是说台湾要跟美国联手赚大钱，这种话你听得下去啊？美国人都已经跟日本、韩国讲得非常清楚，你来美国投资90%的利润是我的，1%才是你的，亏钱呢？亏钱你自己搞定，这种生意可以做啊。日本跟韩国现在都在极力抗拒这件事，然后我们台湾的执政党的政策会执行长居然说这是好事，台美携手赚大钱，你怎么了你？吴思瑶就这样子，你想选台北市长？我真的很希望民进党派你出来选，我看你恐怕会创下史上最低得票记录。那至于说现在美国直接卢特尼克直接讲1半以上的晶片要在美国生产，那请问怎么解决？我告诉你，政府没打算解决，他打算配合这件事。很明显啊，他们现在已经讲了说要把台湾的科学园区的经验带到美国去，那什么意思？就是整个产业移到美国，已经不是只有单纯台积电而已是整个产业链调过去那台湾就直接被掏空了，那怎么办？
我看起来赖清德政府根本没打算要解决这件事，就移去，因为对赖清德来说，你知道，这整个产业链移去不可能这么快，不可能在2028年前搞定，这都慢慢来，慢慢来。卢特尼克自己都承认了，川普任内他觉得能够达到40%就不错，所以什么意思？你知道？赖清德的想法就是没关系，反正等到2028，我想办法再骗到下一任，剩下就不干我的事。他的想法就跟蔡英文一样，2024之后不干我事。然后问题是台湾呢？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状况，跟我们政府正在这样干。什么 APEC 谁代表去根本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你知道谁理你？真的啊，我讲一句实在话，谁理你啊？你去能够代表什么？什么也代表不了，就是这样子啊。你根本不是人家锁定的重点。APEC 人家锁定的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川习会，就是这样。没有人会在乎台湾有没有派人来啊。讲实在话就这样，这就是我们的地位，大家去认清这个事实真相。那安倍这个其实也是一样。你们喜欢去捧安倍就去捧吧，不要花我们的纳税钱，其他随便你，就这样嘛。只要你们高兴就好啊，你高兴把那边布置的博物馆都可以有，无所谓，那你家的事。当然，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海鲲号到底怎么办？怎么解决？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你内部的这些装备你整合不起来，那接下来钱还要继续投吗？你还要编预算吗？还要做这件事吗？到底怎么这个烂尾怎么收尾？谁能够给我们一个答案？这个政府最令人痛恨的就是从来不给答案。好，确实大家就一直在等关税嘛，也确实都没有等到答案哦。大钟教授，对我先讲一下哈，这个赖清德总统可能的这个出访跟过境美国，因为如果根据外媒的报道，我们国安高层应该在美国那讨论很多事情，这可能是他的重要目的之一哈。但我觉得目前当前而言哈，过境美国可能应该不会是我们的比较重要的优先次序。当然，从这个赖清德总统的心中，他可能会认为说，对比过去的蔡英文总统跟马英九总统，他们大概都是以马总统而言，应该是在2008年8月份就出访邦交国，那过境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美国的本土。那蔡英文总统大概是2016年6月份嘛，哈，那也是出访邦交国，那过境美国大概就是休斯顿跟洛杉矶。但大家不要忘记，赖总统是在去年。他是出访我们南太的邦交国帛琉，对，那过境的地点呢，就是关岛跟夏威夷，那不是美国的本土，所以从去年到现在，就无数的新闻讲说他想要去借由出访邦交国去过境美国的本土，而且要求的是东岸的这个纽约，哈，因为那个是最接近华府的地方，照理说可能是认为说规格可能是最高。但我觉得在目前的台美关系的重点应该不是这个，应该还是在关税跟贸易的谈判，因为对我们来说挑战非常大，那没有必要把这个出访列为是我们这么优先的这个次序，我觉得这是比较关键、比较重要。那第二个哈，其实如果我们高层有这样的想法跟这种目标的话，我觉得其实老实来说也并不容易，因为的确就像是前美国官员所说了，因为目前的美中基本上是处于关键时期，因为不管是10月底、11月初这个川普、习近平在 APEC 韩国的碰面，或是川普已经讲了，他应该会在明年年初访问中国大陆，可能包括北京跟上海。所以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以美国的主要的目标而言，尤其是川普自己，应该就是在跟中国大陆在做谈判，取得一个川普认为好的成果是他第一优先目的，所以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与其我们花很多功夫在寻求这方面突破，尤其是美国本土的过境，又要求是纽约，我觉得这是浪费我们的力气。我们应该把我们目前的心力放在我们如何跟美国争取比较能够保护到我们的根基啦。不管是我们晶片、我们的产业链，争取比较有利台湾待遇，我觉得这比较好，而不能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我觉得危险。第二，的确啦，以 APEC 参与的层级，那个林信义其实在阿扁时期就代表过。那以这么多年来说，如果是以政治的层级来讲的话，应该还是马英九政府时期连战跟萧万长，因为毕竟是干过副总统这样的层级。那过去在小英总统任内，一开始宋楚瑜，现在是张忠谋，那后来现在就是林信义。那我觉得这一点倒没有太多的一些过度重大的差距了。我要讲回那个原点，就是目前我觉得我们对美的关系还有外交政策，其实挑战很大，老实说非常严峻。所以我们现在所谋取的，尽量都不要是一些比较象征性的那些待遇，而是应该是比较实质的。哪怕只能增加1分对台湾有利的
能够保护我们产业的根基，这些都远比去做其他事情来的更重要，而且是务实做实事。好，我们刚才听到大中教授讲到非常严峻哦，所以他也是语重心长，希望政府能够多一分的实质谈判哦，就谈到多一分哦。好，厉将军。我们在讲哈，这是这个英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哈，解放军用5/10的直升机来做这个对抗的动作哈。那我们要晓得，就是以前来讲的话，大概去年我们经常看到，当这个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同盟国通过台湾海峡来宣示所谓自由航行的时候，解放军经常都是用军舰出来，但他们现在改变方式啊，因为军舰来讲的话，可能在海上产生碰撞或干嘛，风险比较高。他现在觉得用直升机就可以应付了哈。那我们台湾事实上直升机对付这些军舰是绰绰有余的，在台湾海峡。比如说我们不要讲别人，我们讲我们台湾自己好了，我们是不是买了很多的这种阿帕奇直升机？那我们阿帕奇直升机上面带的地狱火导弹，就是准备如果说是这个解放军一旦渡海攻击的话，我们可以对他的舰艇来实施用这个地狱火导弹来实施攻击。那同样道理，解放军他也会用这个武装直升机，其实5/10就类似阿帕奇直升机哦，它一样可以带红箭10哈，类似地狱火这种导弹。那对这些这个所谓他如果要攻击的话，对这些军舰实施攻击。那我这边特别讲一下，这个红箭10哈，它射程大概有10公里。那我们台湾海峡最近的地方，你通过台湾海峡来讲的话，当然。南部那边比较宽，将近有200公里，但是最窄的地方是新竹到平潭，大概只有60公里。所以你这个船如果说通过这个瓶颈地方的话，一定是在5/10的射程范围之内。那我觉得解放军这种动作，当然我不认为这时候会互相这个真的开战了哈，但是这个当然他的恫吓的意味非常的十足。如果说他真的要打的话，他确实有这能力哦，攻击你们这些这个通过台湾海峡军舰。因为解放军一直强调一件事情，他要将台海内海化哈。那现在来讲，他用实力证明他真的可以做得到。那至于海鲲号，我这边说明一下，我们海鲲号来讲的话，所有一艘军舰从这个造船开始，它整个程序大概这样：先是这个下水哈，下水典礼完以后，才开始所谓西装，在船上面装。不管是武器系统或雷达系统，或者是官兵生活的马桶啊，这些这叫西装。西装完以后实施海试，海试刚开始是由这个造船公司来实施海试，那完了以后，最后的时候要交给海军的时候，才是交舰的海试，海军都接收没问题，这条军舰才成军哈，最后是成军典礼。整个流程到现在是应该这样，但是我们看我们所谓的下水典礼来讲的时候，那时候为了大内宣啊，为了这个为了总统选举，硬是没有碰到水来举行下水典礼。那下水典礼完之后，到现在为止，这个西装过程之中也传出很多的这种传闻之中，有很多的这种问题出来了。那最近来讲，让民众没办法接受。你在海试的过程之中，到现在没有看到他潜航下去，那你贸然就说11月就要成军，说这条军舰就可以作战，成军代表可以作战了。那你想想看，到今天10月份，连潜下去都还没潜下去，你居然敢说11月他就可以成军，就可以作战？那确实很这个让国人感到很惊吓。尤其是说这些费用来讲的话，海鲲号520几亿的台币来制造，但是我们比照日本来讲，制造一艘传统型的动力潜舰。这个大概120亿，大陆来讲039C 的那型潜舰造价也不过大概120亿，那我们花了4倍钱去造这艘军舰，现在已经变成很明显变成一艘烂尾舰了。那后续来讲，还不要再把这钱花下去？如果纯粹是为了面子，然后虚值这些钱下去，我觉得对海军官兵来讲是非常的不公平。你叫这些海军去操作一艘这个他们不放心的军舰，那尤其是潜舰，潜下去升不上来的话，那怎么办？好，确实哦，这赖政府也接了蛮多的烂摊子。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